同学们好，本节课学习转身延手拱拳，接上式白蛇吐信。动作一，左手勾手变掌，同时两手双逆缠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。好，二，合右胯，两手顺势立圆上蓬，同时扣左脚脚尖。好，三，蹬右腿，身法走螺旋，两手顺势随身法螺旋上领手，转身，正脚相合手腕，领左膝，左斜前方开步，当走后弧，双手逆缠外蓬，转双顺缠，两手上领，重心右移，松右胯，左手立掌合于身前中线，右手藏于腰胯间，当走后弧，移动重心，右手逆缠冲拳，左手由掌变拳，对拉发力。好，对象看一下，白蛇吐信。好，转身延手拱拳。一，翻掌移动重心。二，螺旋两手立圆上蓬，合右胯扣左脚脚尖。三，好，四，蹬右腿，身法右转，螺旋领手。五，正脚下沉。六，领膝上提，开步下沉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左移，两手逆缠打开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，双顺缠蓄力相合，移动重心，冲拳发力。好，背向，白蛇吐信。一，勾手变掌，移动重心。二，两手上托，松右胯。三，合胯扣脚。四，螺旋转身。五，正脚按掌。六，开步下沉。七，当走后弧，双逆缠外蓬，双顺缠相合蓄力，发力冲拳。好，正面看一下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发力。好，收势按掌。好，四个方向的这个动作跟大家讲解看过了以后，我们现在跟大家强调一下它的细节。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，尤其是重心转化和两手的配合。我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呢，就是什么时候去轮臂转身，转过身以后如何站稳，这里是有一个技巧在的。首先第一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两手，我们平常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，错误动作经常是移动重心的同时，两手就形成了上蓬。这样的动作呢，没有将手臂的螺旋和当走后弧的运化形成一个正确的节奏。我们不管是向前行进重心还是向后行进重心，都要注意一个重点，叫做当走后弧，节节贯穿，也要做到先进肩再进肘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做到这种一节一节的过程。现在老师们做的都是一移重心，两手直接上托，整个动作就会显得非常不清晰，让人家看着觉得咱们就是直接一转，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手抡起来了就过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把两手之间的动作跟重心的转化分清楚。你看，移动重心的时候，我们在缠丝当中学到的是翻掌移重心，随身法螺旋的时候一定是松胯螺旋。这个时候我们两手想要上蓬，在咱们以前讲课的过程当中，六风四臂，手想往上出蓬劲儿，身法必须要往下螺旋下沉。
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在蹬腿的时候两手往上举，同时身法也往上起，这样子就更错了。所以怎么样呢？翻掌移动重心，松胯螺旋下沉，顺势两手上托，看似两手上，但身体反而形成了松胯沉胯的动作。那么我们做好这两个动作以后，注意看，这个时候左脚的没有离合的角度，我们直接身法螺旋，左脚脚尖在转动的时候，是不是要走一个很大的角度？这就会导致有一部分老师转的这个螺旋角度不够，就会导致眼手拱拳的下势接的方向不对。实际上咱们的转动非常简单，重心到位了之后，合胯扣脚，两脚是不是产生了一个小内八字？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，去把右脚脚尖翘起来，你会发现身体就会不由自主的向右产生螺旋。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力量加大，在蹬地的一瞬间，同时靠收腹的合劲儿，注意这个地方要强调一下，不要直接去往后蹬腿，这样容易让我们转起来之后身体向后倒。我们可以做成在蹬地的一瞬间，用右腿提收用腰腹发力。你看蹬腿收腿，这样你整个身体在转的时候，手身法就会随着右腿的内收形成一种合力。通过这个合力向内收的过程，我们产生了螺旋。这样子我们不仅能转得稳，而且转速也快。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两手，很多老师特别追求这个转身时候的那个漂亮身法，实际上这个追求对不对呢？也正确，不错，但是不能特别夸张。我们想想，如果说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拖住了人的手臂，想要转身做一个大背的动作，把人从咱背后背下来，你把两个手做成画立圆转身，确实好看，但是已经丧失了它传统攻防含义当中的这个运动过程了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在练习的同时找到两手相合过之后，合胯扣脚，让身体手不动，让身体带着手去走，转过来之后再正脚相合手，这样既不会丢掉咱们传统攻防含义，同时也可以把动作做得特别漂亮。所以老师们只要勤加练习，找到转身的技巧，做到以身领手，我们同样也可以转得很快，而且转得非常凌厉身法的螺旋就体现出来了。那下一个重点，当我们转过身以后，有很多老师站不稳，这个其实取决的就是我们在螺旋的时候，头顶没有领在中正。我们人的平衡重心点在自己的头部，如果在转的时候你抬头，那么你的身体在转的过程当中就会后仰；如果低头，就会控制不住身体，不自觉的想要往前震脚。所以我们的头部就是我们保持立身中正螺旋旋转的主要核心。我们在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切记，不管怎么去螺旋，头只要是正向的，找到一个头顶上领的劲儿，轻轻收一下下巴，那么你在旋转的过程当中就会形成又中正又直溜的钻地螺旋。什么叫钻地螺旋？以脚后跟为轴，转的过程当中身法产生的螺旋力是往下走的，而不是一蹬腿力往上。旋转的过程当中既要保持头顶上领，又要保持松胯屈膝。你看我们螺旋到位之后，合胯扣脚，当胯沉住，一蹬腿一螺旋再开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转得非常稳当了。那么同样，虽然这个细节不是那么严格要求，下一个点呢是和这个转身是紧紧相扣的。很多老师在转完身之后我从背后转过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喜欢转过来之后往下摁掌，然后打个大力圆，开手冲拳。这个地方的细节就是大家在做动作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，它不是让你向下按，因为上个细节刚跟大家强调了我们是松胯屈膝，以脚后跟为轴在螺旋，
所以咱想想六风四臂的按掌，你往下推捧掌，当胯是往哪走？它往后折叠往下沉。那同理，你在转的过程当中，当胯已经产生后沉折叠螺旋了，那你在按掌震脚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要做到转过身，右斜前方45度下斜按掌，不要直接往肚子的前方去往下去按，往斜前方，震脚开步。这时候我们当胯是松的，手是外撑的，前后有一个对称的相合，再去走咱们延手拱拳双逆缠外蓬，双顺缠放松相合，再去发力，这个过程就会变得特别的和谐。因为咱们身体当中的膨劲儿，不管是在螺旋还是在震脚，都能够很好的去衔接上势，这样子大家整个动作做起来就非常的舒服了。好，这是咱们本节的转身延手拱拳的转身细节。